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3章。小乔基离开家。莫尔登先生，我要带走您的外孙。罗伯特郑重地说道。此时普洛森夫人已经带着孩子退下了。酒精在老人身上造成的迷糊状态渐渐消散了，就像伦敦浓雾在太阳微弱光线的努力下逐渐散去一样。莫尔登中尉那备受争议的清醒头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穿透朗姆酒和水混合物散发出的朦胧蒸汽，但那微弱的光芒最终还是穿透了云层。老人终于能够理清思绪了。是的，是的，他虚弱地说，带走你可怜老外公的孩子吧。我一直都这么想。您一直都想让我带走他？罗伯特问道，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半醉的老人。您为什么这么想，莫尔登先生？醉意带来的迷雾暂时遮蔽了清醒的光芒。中尉含糊地回答道，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想？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察觉到年轻律师脸上不耐烦的神情，他又努力了一下，清醒的光芒再次浮现。因为我想您或者您父亲会带走他。莫尔登先生，上次我来您家的时候，您告诉我，乔治·托尔伯伊斯已经启程去澳大利亚了。是的，是的。我知道。老人有些困惑地回答，一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他稀疏的白发。我知道，但他可能会回来，不是吗？他很急躁，而且他举止有点古怪。也许他会回来。他低声重复了这句话2、3次，几乎是在喃喃自语。同时，他摸索着凌乱的壁炉台，找到一个肮脏的陶制烟斗，用明显颤抖的双手装满烟丝并点燃。罗伯特·奥德利注视着那些颤抖、萎缩的手指，他们把烟丝洒落在地毯上，而且因为颤抖，几乎无法点燃火柴。他踱了1、2圈小房间，让老人抽几口那能给他带来莫大安慰的烟斗。片刻之后，他突然转向这位半星中尉，脸上带着一种与他潇洒外表不符的阴沉庄重。莫尔登先生，他缓缓说道，注意着自己说出的每一个音节所产生的效果。乔治·托尔伯伊斯从未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这一点我知道。而且，他从未到过南安普敦。您在去年9月8日对我说的谎言，是您那天收到的电报强加给您的。肮脏的陶制烟斗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撞在铁质的壁炉挡板上。但老人没有费力去捡起它，而是坐在那里，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天知道他用多么可怜的眼神注视着罗伯特·奥德利。您奉命说谎，您也照做了。但是您在9月7日并没有在这所房子里见到乔治·托尔伯伊斯，就像我现在也见不到他一样。您以为您烧掉了那封电报，但您只烧掉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在我手里。此时，莫尔登中尉已经相当清醒了。我做了什么？他无助地低声说。哦，我的天啊！我做了什么？去年9月7日下午2点。去年9月7日下午2点。那无情而指责的声音继续说道，有人在埃塞克斯郡的一所房子里看见乔治·托尔伯伊斯还活着。罗伯特停顿了一下，观察他话语的效果。老人没有任何变化，他全身依然在颤抖，用一个不幸无助、感官因恐惧而逐渐麻痹的人那种固定不变的眼神凝视着他。那天下午2点，罗伯特·奥德利重复道，我的可怜朋友在我说的那所房子里被人看见了。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被人看见还活着的消息。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获取他下落的信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我一开始是认真而耐心地采取这些措施的，甚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知道他已经死了。罗伯特·奥德利本已预料到老人会有某种激动的情绪，但他没有料到，当他说出最后一个字时，莫尔登先生憔悴的脸上会显露出如此可怕的痛苦和恐惧。不，不，不！中尉用尖锐而疯狂的声音重复道：“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么说，别这么想，别让我这么想，别让我做梦都梦到死了。不，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死。藏起来了，也许被收买了，也许，但是死了不行，死了不行，死了不行。”他大声喊叫，仿佛失去了理智，用双手捶打着自己花白的头，在椅子上前后摇晃。他那双虚弱的手不再颤抖，而是被一种赋予他们非凡力量的痉挛性力量所控制。我相信，罗伯特用同样庄重而无情的声音说道，我的朋友从未离开过埃塞克斯郡，而且我相信他死于去年9月7日。这位不幸的老人仍然抚摸着他稀疏的白发，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跪倒在罗伯特的脚下。哦，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不！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不！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不知道您要我想什么，您不知道您的话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他们的价值和分量，莫尔登先生，和您一样清楚。愿上帝怜悯我们。”哦，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老人用微弱的声音低语道。然后他费力地从地上站起来，挺直了身子，带着一种他从未有过的不乏某种尊严的态度说道：“那种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应适用于难以言喻的痛苦的尊严。您无权来到这里，恐吓一个喝了酒无法自控的人。您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奥德利先生，即使是警官先生。”他没有结巴，但他的嘴唇颤抖的厉害，以至于话语似乎被这种颤抖撕裂了。警官，我再说一遍，先生。他逮捕一个小偷，或者他停下来擦了擦嘴唇，想让他们停止颤抖，但徒劳无功。一个小偷或者一个杀人犯，他说出最后一个词时，声音突然低了下去。罗伯特正是从那些颤抖的嘴唇的动作中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会给他一个警告，先生，一个适当的警告，告诉他有权不说任何会牵连他自己或其他人的话。法律先生，对一个嫌疑犯是仁慈的，但是您，先生，您来到这所房子，而且是在我违背我的习惯，人们会告诉您，我一向清醒。您来的时候，意识到我并非完全清醒。您利用这个机会来恐吓我，这不对，先生。无论他想说什么，都变成了似乎要扼住他喉咙的含糊不清的喘息声。他瘫倒在椅子上，把头埋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也许在这些简陋阴沉的房屋里发生过的所有令人沮丧的家庭悲剧中，在所有那些源于贫困的较小的苦难、剧烈的羞辱、残酷的失望、心酸的不幸中，从未有过像这样的一幕：一位老人把脸埋在日光下，为自己的不幸而哭泣。罗伯特·奥德利带着沮丧而怜悯的表情注视着这痛苦的一幕。如果我知道，他想，我会让他免受痛苦。也许最好还是别让他知道。破旧的房间，肮脏、混乱，老人的身影，他花白的头埋在沾满污渍的桌布上，周围是简陋晚餐的残羹剩饭，在罗伯特·奥德利的眼中变得模糊起来。他想到了另一个人，和他一样年老，但是，
在其他方面却截然不同。那个人不久之后可能也会感受到同样的痛苦，甚至更深的痛苦，并且也许会流下更心酸的眼泪。当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使他眼前这幅可怜的景象变得模糊不清时，那短暂的片刻足以把他带到埃塞克斯郡，让他看到他叔叔因痛苦和羞愧而不知所措的景象。我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件事？他想，我多么冷酷无情，多么执着不懈。我不认识自己了，是那只手在引导我走上这条黑暗的道路，而这条路的尽头，我不敢去想。他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而老人则一直坐在那里，捂着脸，与内心的痛苦搏斗，却无法平息。莫尔登先生，莫尔登先生，罗伯特·奥德利在停顿片刻后说道：“我不会为我给您带来的痛苦而请求您的原谅，因为我坚信这一刻迟早会到来。如果不是通过我，也会通过我，也会通过其他人。有些事情……”他犹豫了一下，停顿了片刻，哭泣声没有停止，时而清晰可闻，时而微弱难辨，时而猛烈爆发，时而暂时平息，但从未停止。有些事情，正如人们所说，是无法隐藏的。我相信这个说法，它源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即人们从经验而非书本中学习，是正确的。如果我甘愿让我的朋友安息在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里，那么很可能一个从未听说过乔治·托尔博伊斯名字的陌生人，会因为最离奇的偶然发现他死亡的秘密。也许是明天，也许是10年后，或者是在下一代，当那只伤害他的手像他一样冰冷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忽略这件事，如果我可以永远离开英国，彻底逃避再次发现解开谜团线索的可能性，我会这样做，我会欣然感激地这样做。但是我不能，一只比我自己的手更强大的手在推着我前进。我不想卑鄙地利用您，远非如此，但我必须继续下去，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您需要警告某人，那就去做吧。如果在我日复一日、时时刻刻接近的那个秘密中，牵涉到任何与您有关的人，那就让那个人在我到达终点之前逃走吧。让他离开这个国家，让他离开所有认识他的人，因为我不会追捕他。但是如果他无视您的警告，如果他想通过挑战您力所能及的范围来保住他目前的地位，那么就让他提防我。因为当时机成熟时，我发誓我绝不手软。老人第一次抬起头，用一块破旧的丝绸手帕擦了擦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我必须告诉您，我不明白您的话，他说。我真诚地告诉您，我无法理解您，而且我不相信乔治·托尔博伊斯已经死了。如果我能看到他活着，我愿意少活10年。罗伯特悲伤地回答：“我很抱歉，莫尔登先生，我为我们所有人感到抱歉。我不相信我的女婿死了，我不相信我的女婿死了。”中尉说：“我不相信那个可怜的孩子死了。”他有些虚弱地试图向罗伯特·奥德利证明，他那阵痛苦的爆发是由于失去乔治·托尔博伊斯而感到的悲伤，但这种伪装显得可悲地平庸。普洛森夫人带着小乔吉再次走进房间，乔吉容光焕发的脸庞充分显示了黄色肥皂和摩擦对人脸所能产生的效果。看在老天的份上，普洛森夫人惊呼道：“这位老先生怎么了？”从走廊里就能听到他哭得那么伤心。小乔吉走到他外祖父身边，用他那胖乎乎的小手抚摸着外祖父布满皱纹、湿漉漉的脸。“别哭，外公。”他说，“别哭。我把我的表给你拿去清洗，那个好心的珠宝商会借钱给你付账单，
同时他清洗手表。我不在乎，外公。我们去珠宝店吧，去高街那家珠宝店，你知道的，就是门口画着金色圆球的那家，好让人知道那个人是伦巴第人。孩子犹豫着说出这个名字。走吧，外公。孩子从胸前掏出他那珍贵的玩具，走向门口，为拥有这样一个他经常见识其用处的护身符而感到自豪。南安普敦有狼。他带着胜利的表情朝罗伯特·奥德利点了点头说：“外公带走我的表的时候，他说那是为了把狼赶走。您住的地方有狼吗？”年轻的律师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是在孩子拉着他外祖父走向门口时拦住了他。乔吉，今天你外公不需要手表，他严肃地说。那他为什么难过？乔吉天真地问道。他想要手表的时候，总是很难过，还会用拳头捶自己的额头。孩子停下来，用他那小小的拳头模仿着他外祖父的动作。他说我想他指的是那位漂亮的女士要求很多，而他总是很穷。然后我就说，外公，拿着表吧，听在这。然后他就会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说，哦，我的小天使，我怎么能抢我小天使的东西呢？然后他就会哭，但不是像今天这样，不是那么大声，您知道，眼泪会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不像今天这样，从走廊里就能听到。尽管罗伯特·奥德利觉得孩子天真的话语令人痛苦，但老人似乎因此而感到宽慰。他没有听孩子说话，而是在小房间里踱来踱去，整理着自己凌乱的头发，并任由普洛森夫人。他似乎急于知道他沮丧的原因，替他沮丧的原因，替他整理领巾。可怜的先生，他看着罗伯特说，发生什么事让他这样了？他的女婿死了，奥德利先生回答，目光紧紧地盯着普洛森夫人那张充满同情的脸。他在海伦·托尔博伊斯死后1年半去世了。海伦·托尔博伊斯葬在文特诺的墓地里。他注视着的那张脸几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变化，但他说话时，那双注视着他的眼睛却改变了方向。而且，普洛森夫人再次不得不用舌头舔了舔他那苍白的嘴唇，然后才回答他。可怜的托尔博伊斯先生死了，他惊呼道，这真是个坏消息。小乔吉听到这些话，带着渴望的目光望向他的监护人。谁死了？他问道。我叫乔治·托尔博伊斯。谁死了？另一个也姓托尔博伊斯的人乔吉。可怜的人，他会进洞里去吗？这个小家伙对死亡的理解和老年人通常灌输给孩子们的理解一样，通常只会让孩子想到一个敞开的坟墓，而不会想得更远。我很想看看他们把它放进洞里。乔吉在停顿片刻后评论道。他参加过附近几个孩子的葬礼，并且因为他有趣的外表而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送葬者。因此，他参加葬礼就像参加一个庄严的节日一样。节日的主要特点是蛋糕、葡萄酒和马车旅行。莫尔登先生，您反对我带乔吉走吗？罗伯特·奥德利问道。此时，老人的激动情绪已经平息下来。他在镀金镜框后面找到了另一个烟斗，正试图用一张揉皱的报纸点燃它。您反对吗，莫尔登先生？不，先生，不，先生，您是他的监护人，有权随时带走他。他在我孤独的晚年里一直是我莫大的安慰。但我已经准备好失去他了。我也许我没有总是尽到我对他的责任，先生，
关于他的教育和鞋子。他这个年纪的孩子穿鞋子的数量，先生，您这样年轻的人是不容易意识到的。他并不总是能去上学，有时在我们手头拮据的时候，他穿的鞋子也很破旧，但我没有虐待他。不，先生，即使您盘问他1个星期，我也不相信他会说他可怜的外公对他说过一句不中听的话。听到这话，乔吉意识到他年迈保护人的痛苦，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并声称他永远不会离开他。莫尔登先生，莫尔登先生，罗伯特·奥德利带着半带痛苦半带同情的语气说道，昨晚我分析我的处境时，没想到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认为他比现在更痛苦。我只能说，愿上帝怜悯我们所有人。我觉得有义务带走这个孩子，但我会直接把他从我家送到南安普敦最好的学校。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不会试图利用他的天真来以任何方式。我的意思是，他突然打断自己说，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试图通过他来接近谜团的任何一点线索。我不是侦探，但我也不认为任何优秀的侦探会喜欢从孩子那里获取信息。老人没有回答，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无力的手指间夹着熄灭的烟斗。带走孩子吧，普洛森夫人，他在停顿片刻后吩咐道，带走他，整理他的东西，他要和奥德利先生一起走了。那么我认为这位先生带走家里的欢乐是不公平的，普洛森夫人突然带着几分不失敬意的愤怒补充道。别说话，普洛森夫人，老人可怜地吩咐道，奥德利先生是个好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不会再麻烦任何人太久了。他说着，泪水慢慢地从他那遮住充血眼睛的肮脏手指间渗出来。上帝知道，我从未伤害过您的朋友，先生。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也不曾希望他受到任何伤害。他对我来说是个好女婿，比有些儿子还好。我从未故意伤害过他，先生。可以说我花了他的钱，但我很后悔，现在非常后悔。但是我不相信他死了。不，先生，不，我不相信。老人惊呼道，把手从眼睛上移开，带着重新焕发的精力注视着罗伯特·奥德利。不，我不相信，先生，他怎么可能死了呢？罗伯特没有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悲伤地摇了摇头，走到小窗户旁，望着窗台上那排在阴沉空地上杂乱生长的天竺葵。孩子们正在那里玩耍。普洛森夫人带着裹着外套和围巾的小乔吉回来了。罗伯特拉着孩子的手，和你的外公说再见，乔吉。小家伙跑到他外公身边，紧紧地抱着他，亲吻着从他褪色的脸颊上流下的肮脏泪水。别为我难过，外公，他说，我要去上学，学习，成为一个聪明的人，然后我会回家看望您和普洛森夫人，对吗？他补充道，转向罗伯特。是的，亲爱的，很快。带走他吧，先生，带走他吧。莫尔登先生抽泣着说，我的心都碎了。孩子高兴地站在罗伯特身边，他喜欢上学的想法。尽管他和那个酗酒的外公相处得很好，外公总是对他表现出一种多愁善感的喜爱，并且尽可能地放纵他，让他为所欲为。结果，托尔博伊斯少爷养成了晚睡、吃油腻的热晚餐，以及从外公的杯子里喝朗姆酒和水的习惯。在前往海豚客栈的路上，
他对罗伯特·奥德利谈论了许多事情，但律师并没有鼓励他说话。在像南安普敦这样的地方，找到一所好学校并不太难。罗伯特·奥德利被指引到一座位于酒馆和林荫道之间的漂亮房子，把乔吉交给一位和蔼可亲的服务员照看。这位服务员似乎除了看着窗外和擦拭闪亮的桌子上看不见的灰尘之外，无事可做。然后律师便沿着高街向马奇莫特先生的男童学校走去。马奇莫特先生给他留下了非常明智的印象。他进入学校时，看见一对衣着体面的小绅士，在2名接待员的护送下，正走向城镇。他告诉校长，一位他非常敬重的朋友几个月前启程前往澳大利亚。他相信这位朋友已经去世了。这位朋友把小乔治·托尔伯伊斯托付给了他。他把孩子特别托付给马奇莫特先生照管，并且要求不允许任何人探望孩子，除非持有他亲笔签名的信件。他有些冷淡地处理完这件事后，便回到旅馆去接乔吉了。他发现孩子正和那位无所事事的服务员亲切地交谈。服务员正向乔吉少爷指出高街上各种有趣的景物。可怜的罗伯特对孩子的需求一无所知，就像他对大象的需求一无所知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养过蚕、豚鼠、睡鼠、金丝雀和无数的狗，但从未被迫照料过如此年幼的人。他回溯了大约25年，试图回忆起自己5岁时吃些什么。我依稀记得吃过大量的面包、牛奶和水煮羊肉，他想，而且我也依稀记得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否喜欢吃面包、牛奶和水煮羊肉。他摸着浓密的胡子，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孩子几分钟，然后才动了动。乔吉，我觉得你饿了。他最后说。孩子点点头，服务员又擦去了一些桌子上看不见的灰尘，作为铺桌布的前奏。你想吃点什么吗？奥德利先生建议道，仍然摸着他的胡子。孩子笑了起来。吃点什么？他惊呼道，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已经吃过晚饭了。罗伯特·奥德利感到困惑。对于一个认为3点钟已经很晚的孩子，他能提供什么点心呢？乔吉，你吃点面包和牛奶吧。几分钟后，他宣布道。服务员，面包和牛奶。再来一杯霍克白葡萄酒。托尔伯伊斯少爷做了个鬼脸。我从不吃面包和牛奶，他宣称，我不喜欢。我喜欢外公说的咸的东西。我想吃一块小牛肉排。外公告诉我他在这里吃过1次饭，小牛肉排非常好吃。请给我来一块小牛肉排，加鸡蛋和面包屑，再来点柠檬汁好吗？他补充道，转向服务员。外公认识厨师。厨师是个非常和蔼的先生。有一次外公带我来这里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先令。厨师穿的衣服比外公好，甚至比您的还好。乔吉少爷说着，带着不赞成的表情指了指罗伯特那件皱巴巴的外套。罗伯特·奥德利感到震惊，他该如何应付这个不想要面包和牛奶，却要小牛肉排的5岁美食家呢？乔吉，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他停顿片刻后说，我会给你吃晚餐。服务员轻快地点了点头。太好了，先生。他赞许地说，我想少爷会知道怎么吃的。乔吉，我会给你吃晚餐。罗伯特重复道，一些蔬菜汤、炖鳗鱼、1盘小牛肉排、野鸡和布丁。怎么样，乔吉？
我想少爷看到这些菜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先生，服务员回答。鳗鱼、蔬菜汤、小牛肉排、鹌鹑、布丁，我去告诉厨师。先生，什么时候上菜？先生，比如说6点吧。乔基少爷会在睡觉的时候去他的新学校，请您今天下午陪孩子玩一会儿。我有些事情要处理，不能带他一起去。我今晚会住在这里。再见，乔吉，好好照顾自己，争取6点钟的时候饿一点。罗伯特·奥德利把孩子交给那位无所事事的服务员照管，然后向河边走去，选择了那条沿着城镇破败城墙延伸至逐渐变窄的河边村庄的僻静河岸。他特意避开了孩子的陪伴，在薄薄的雪地上行走，直到周围开始变得昏暗。他回到镇上，在车站打听了开往多塞特郡的火车。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他想，在傍晚之前去拜访乔治的父亲。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除了我对那个我怀疑的人的兴趣，然后由他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乔吉少爷对罗伯特为他点的晚餐大快朵颐，他喝了那么多巴斯淡色艾尔啤酒，吓坏了他的监护人，并且玩得非常开心，品尝着炖野鸡和面包牛奶酱，那样子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符。8点钟，一辆马车来接他，他心情极好地离开了，口袋里装着1枚金币，还有一封罗伯特写给马奇莫特先生的信，信中附有一张为孩子购买衣物的支票。我很高兴能有新衣服，他与罗伯特告别时说，因为普洛森夫人已经多次奉补我的旧衣服了。现在他可以把旧衣服给比利了。比利是谁？罗伯特问道，被孩子喋喋不休的话逗笑了。比利是可怜的马蒂尔达的小弟弟，他是个普通的孩子，您知道，马蒂尔达也很普通，但是……马车夫就在这时挥动了鞭子，老马开始小跑起来。罗伯特·奥德利再也没有听说过马蒂尔达的事情了。